俄乌冲突它一定是以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不可能是一种完全战争的形式，我就把你这个国家占领，或者是说这个乌克兰就把俄罗斯的军队全部赶出去以这种方式来结束。大家好，我是曹伟东，我们大家一起进入了2023年。那么在新的一年里面，俄乌冲突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呢？大多数的中国专家呢，可能是认为就是俄乌冲突能否结束，能否达成这个谈判的这样一个结果呢？这个钥匙主要掌握在美国手里因为美国就是对俄乌冲突它是采取一种希望用乌克兰来拖住俄罗斯，来削弱俄罗斯。那么美国、北约也好，它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呢，主要是要达到就是消耗、削弱俄罗斯的这么一个目的。再有一个呢，就是通过俄乌的冲突拖住欧洲，因为你这个战场基本上是在欧洲方向，那么欧洲的国家它就很恐慌，那么这些国家呢就要跟着美国跑，所以呢，这样就把欧洲给拖住了。俄乌冲突延续的时间越长，就是俄罗斯进一步的消耗。当然，最好按照美国的意愿，他是希望把俄罗斯给拖垮、打垮。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北约就可以腾出手来了。按照美国的意愿，不但在欧洲扩大了势力范围，而且呢，可以改变世界格局这个情况呢，扩展到其他的州。那么这个呢是美国的意图，所以呢，很多中国专家认为，这个到底谈不谈，到底怎么样结束俄乌冲突呢？这个钥匙在美国的手中。我个人认为呢，就是俄乌冲突的结束主要还是战场的形势决定谈判桌的形式。就是说，如果这个俄罗斯它能够使它在战场上的这个战果能够达到就是使乌克兰来谈判的话嘛，那就可以进行相关的结束这个争端，结束这种战争，然后进行谈判。那么反过来，就是乌克兰它顶住了俄罗斯的打击，它能够把俄罗斯的军队全部赶回去就赶到俄罗斯的境内，那么当然它也有谈判的筹码，那么就可以和俄罗斯进行谈判。所以我认为呢，就是战场的局势决定了这个就是谈判桌上的局势。因为这种谈判呢，可能有多种的样式。第一种呢，就是由于双方已经打了近10个月，这种消耗都是天文数字，因为它不但有这种战场上的结果，你还有经济上的结果、外交上的结果，还有其他方方面面的这些影响。所以呢，打不下去了，没有这个继续的战争或者国力的支撑了，那就要谈。那么起码可以达成一个停火协议就是暂时的，那双方再积蓄力量吧。还有一个呢，就是达成某种联合声明，就是打到这个阶段，我们达成一种初步的什么样的意愿。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战场上的这个效果使另一方不得不接受这样的谈判结果，也就是俄乌之间的这种协议。所以我是这样看的。而这个由于就大家的文化背景不同，大家的这种经历不同。你像这个俄罗斯的专家，我们在交流的时候呢，他也谈了他们的看法。如果俄乌冲突结束大概有3种的样式。他们认为呢，就是按照目前的情况，俄罗斯的军队如果能够打败乌克兰的军队就战果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那么他就可以和就是俄乌之间呢，那就停火呗，那就谈判呗，那就谈协议呗。他说这种概率有50%。他说还有一种呢，就是由于俄乌冲突延续的时间很长，那么西方又对俄罗斯进行制裁，那么俄罗斯现在这个国内的通货膨胀率大概达到了10%几。如果就是俄罗斯坚持不下去，他没法在战场上取得更大的成就可能引起国内的动乱，那么这个他就不得不撤军。这种概率占多少呢？10%。他说还有一种他们并不看好美国的这个形势，因为他知道美国是这一场就是军事行动的幕后的支持者，实际上是在和这个俄罗斯进行博弈、掰手腕。他认为，如果美国国内的形势发生了变化，比如说国内的矛盾上升，美国两党的党派的这个争端加剧，也就是说，国内的这种矛盾大于就是现在的对俄乌冲突的支持，也就是说，国内不再支持乌克兰了，那乌克兰他说肯定坚持不下去，所以呢，这种概率大概能占到40%。所以
你看啊，就是由于文化不同啊、背景不同啊，起码是中外啊，就中俄两国的专家的看法呢有不同。当然，中国专家他也有各有各的看法。但是无论怎么说，就是俄乌冲突，它一定是以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不可能是一种完全战争的形式。我就把你这个国家占领，或者是说这个乌克兰就把俄罗斯的军队全部赶出去啊，以这种方式来结束。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